这溏心的蛋，你看，面啊一定要甩干，嘿嘿嘿嘿嘿。就这样，好，日式拉面就算完成了。 非常好吃，很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做了改良。今天这个特别复杂，你看我们的配方，大概需要3天2夜的制作过程。第一天比较简单，食材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。猪蹄对半剖开哦，泡到水里面。不是这个筒骨你没给我切开吗？我看他们好像很简单，就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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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刀背就把它敲散了。 整鸡直接把它切开，内脏什么的掏一掏，还有2根猪脊骨也泡到里面去，用流水去冲它，冲个10几20分钟。等会儿我放到冰箱去泡吧。杭州这个温度泡1夜，这玩意就馊了。欢迎大家来杭州旅游避暑，西湖边上人也特别少，很好玩的。50克的昆布用冷水泡就可以了。 泡12个小时，还有40克的干香菇也用冷水浸泡。Day 2，今天我们抓紧时间啊，我们需要完成汤底的熬制、叉烧肉的制作、香料油的熬制、溏心蛋的制作、面条什么的，我们就买现成的了，争取能把今天录完吧。我们搞快一点啊！浸泡1夜，你看血水又出来了，我再清洗一下所有的食材，还有猪背脂，注意啊，它不是猪板油，它是猪背后那个肥膘，一起放到里面去焯水。大葱。 还有生姜，把血水都焯出来。煮的时候要搅动它一下，有的血水藏在这个坑坑洼洼、沟沟坎坎里。焯水的这些食材全部捞到冷水当中清洗。清洗完，我们就把它称一下重。这里一共4公斤的食材，我们要放2.5倍的水，最好是用纯净水。我们在网上做了功课，他们说用软水更快的煮得更加浓白。 锅的底下铺这种竹篾啊，如果不铺这个的话，它会粘在锅底，然后烧焦掉。接着把我们这些焯好水的食材全部都放回去。我们大概记住啊，水位是在这个铆钉子下面的2、3公分。汤煮开还是会有点浮沫，开中小火让它煮个2个小时吧先。现在我们煮了1个半小时了，这个水位下降还是蛮明显的。这时候我们要加一次水，用纯净水煮的开水加到刚才差不多的位置，搅拌一下，半盖锅盖转成中火。现在我们已经煮了2个小时了，把猪背脂先捞出来，比较好找啊，它就浮在水面上的。 因为这个猪背脂不能煮太久，很烂了，看到吗？现在我们已经煮了4个小时了，前4个小时基本上都要保持这种沸滚的状态。接着我们来测一下它的浓度到了什么情况了。我们买了一个浓度计，先用纯净水去矫正一下它的这个，就蓝色那条线校正为0、2。我们至少要到5或者8吧，才会觉得特别的浓稠。4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食材捞出来。捞出来之后，把它全捣碎。 太香了，你们感受不到这个香味。把它捣碎之后，我们再倒回去继续煮，这样能够让它更快速的乳化，形成更粘稠、更浓郁的汤汁。开水还是要补到我们刚才那个水位线，煤气都烧完了。测试一下有没有漏气啊？就如果漏气的话，这些泡沫会快速破裂。我们已经煮了6个小时了，里面基本上全渣渣了，有4了已经。我们加油啊，再煮一会儿。我们最后一次加水，也是开水啊。 昨天泡好的香菇、圆白菜、胡萝卜、洋葱、2头蒜，还有拍碎的姜。最后一个香菇，我想捞起来吃。香菇反正煮不烂吧。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浓度啊，快6了，这个就可以了。我们把渣渣捞出来啊！哇，我好贱啊！我为什么要用手去接它一下？剩下的高汤，我们再用这蜜漏再漏一点。 我们只要这个汤。如果你这个汤今天不用，一定要用冰水快速冷却，让它降温，要不然他们说会很快裂化。上午煮的背脂，想办法把它弄碎吧。倒到汤里面，它会在汤上浮上一层油脂。出品的时候，有的人他喜欢背脂，我们就给它捞一点。鸡蛋我们在大头这边打一个小孔，这头是它的气室。水开了，我们把鸡蛋下去，开始计时，一定要严格的6分钟。6分钟到了啊，放到冷水当中过凉。这肯定是溏心的，能感觉到它很软的状态。 哦呦，这咚咚的感觉，熬一个泡鸡蛋的料汁儿，酱油乱七八糟的很多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用微火煮个10分钟左右，汤稍微放凉一点，我们就可以把鸡蛋泡进去了，浸泡12个小时。对了，有一个细节，蛋会浮在汤汁表面，下面你看就上色了，拿一个盘子或者拿个什么东西压住它，这样就能让蛋上色更均匀。接着我们来处理叉烧，我们选的是五花肉，这边就是一条一条一条的，接近排骨的部位，这个就是接近里脊肉的部位，我们只需要下五花。 不需要上五花，再稍微的整一下形，把它这样卷起来，卷成这种形状。叠起来之后，先从这头捋一点过来，到了这头，一定要绑紧，间距大概在1厘米左右啊。我看别人还挺简单，自己绑的时候又觉得它蛮难。其实我不太擅长绑这个，
我比较擅长绑龟甲腹。我们来煎一下猪肉。其实煎这一步并不是必须的，我看网上的很多配方它都是不煎，直接用低温慢煮或者用烤箱烤制的方法去熟成它。我是觉得它煎完之后表面有焦褐的颜色比较好看。我线都断了，完了。哦，不行，这个火太旺了，这个蛋疼吧？你说？重新绑一个。觉得啊，你怎么绑这样子了？绑习惯了。没想到你还真有2手啊！有东西吧？这个就叫专业。煮一个日式高汤，香菇还有昆布放进去，木鱼花放进去，姜蒜、葱绿进去，让它小火煮一下，过滤出来，再入锅。接着要放好多酱油，各种各样的浓口、淡口，然后把我们猪我看放不下，你发现没有？因为我们是带皮的，带皮它在煎了之后，这皮会变形，整个形状就弯掉了。现在我们的肉就是弯的。我也是个弯的。叉烧肉15分钟要翻一个面啊，让它下面也煮一煮。我们这个叉烧肉也卤好了，大概煮了有45分钟左右吧，放到一个窄的容器当中，可以更好浸泡它。完，还是感觉泡不下，没事，先浸泡几个小时，把现膜封上，放冰箱。叉烧肉我们拿出来啊，如果为了好看呢，我们可以把两头不要，因为两头这个形状是很难看的。我们把这个线割开，切个2-3毫米厚就行了啊。我看他们都用机械的歘。对，一定要放凉才好切。我们这个浸泡时间是明显不够的啊。就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着急，所以就没有把它泡过夜。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，绑这个线一定要按照我第一种绑法绑。龟甲腹会有一条线勒到背后这个肉里面去，它就把这个肉勒得它不粘合到一起。我把线拆的时候就把它拉开了，本来它应该是这样一个圆形的，所以不要搞龟甲腹，稍微煎一下之后表面就有焦褐色的状态。这个没卷好，太厚了，薄一点啊，卷得更圆一点啊，差不多，我们就先这样吧。哇，怎么变成这种形状了？有这种形状的叉烧吗？但是感觉还很好吃，是不是？卤叉烧的汤，我们倒到锅里再复热一遍。我们把这个倒出来，就用这个来作为面的汤汁啊。最后再熬一个香料油，实际上很多地方也是不放，也浇。但是至于到时候用不用，你们看自己的选择。白洋葱啊，蒜，还有猪油，小火慢慢炸。这洋葱一炸就香啊！我天哪，这种微微泛黄的状态就可以关火，冷却到130、140，把我们的白胡椒还有木鱼花倒进去，然后我们稍微再加一点点热，把这味道炸香。你别说，这个煎鱼干是真的很香哎。OK， 我们可以开始了。首先我们取这样一个碗，然后我们从这锅烧面的水捞一勺热水啊，倒到我们的碗里，等它个10秒钟。就这一步是烫碗的。我们一般在外面吃这个日式拉面，面量都特别少，反正我感觉每次去都是吃不饱的，大概是150克左右。好，酱汁儿放2勺吧。香料油，有的地方啊会把这个贝汁稍微倒一点点进去，就有的人爱吃，大概就这样，舀一点这个汤啊，过滤一下，不要把汁渣带进来。然后这个面啊一定要甩干，我看他们有一个表演项目，就是嘿，面下去之后会稀释汤的浓度，所以他们会把这个甩得很干，然后作为一个表演项目。接着我们开始往里面放，多放几片，肯定嘎嘎嘎好吃。再放笋片，这个香菇是我从残渣当中捞出来的，肯定很好吃，所以把它放在这里。葱花要撒一点，还有最重要的蛋。这么说要用鱼线来切。边上，这个视频我们已经拖了至少得有大半年了，这已经过期了，颜色都这样了，不放了，就这样。好，日式拉面就算完成了，看着还可以吗？各位观众，我先吃了，也是溏心的蛋，你看，相当有水平。是那个味，浓厚的、咸咸的、油腻的味道，非常重油重盐。我去日本吃了很多家，什么伊兰啊、武藏啊什么的，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咸。但是我这个属于减盐版啊，这个叉烧汤头很好，有东西。最后来聊一下这个日本拉面吧。拉面是起源于中国，大概在清末的时候传入了日本。一开始这个东西属于一个下层的人吃的东西，因为它重油重盐，大量的碳水。其实以前日本是吃米饭为主的，但是二战之后，日本经济比较糟糕嘛，粮食短缺的非常严重。美国为了倾销它的面粉，表面上呢是说援助日本解决它的粮食危机，还有另外2个很重要的作用，一个是消除日本人对他们的这个怨恨之心。那另一方面，它也要为自己的面粉倾销铺路，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产国嘛，他们还请了很多日本学者出那个什么研究报告，说吃大米智商低，然后以此来恐吓忽悠日本人去吃面条。我想想，有的地方还在吃这个什么猪肉，对吗？说什么没危险啊，这些一个道理。所以在这段时间，拉面迅速的成为了日本人餐桌上的主食之一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安藤百福的日清方便面呢。后来随着他自己经济的起飞啊，亚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的流行，拉面也慢慢的被全世界人民接受，变成日本的一个符号文化。所以你也蛮佩服这些人的，他们从这边学习吸收，然后再
变成自己的东西。哎，大家可以去看一本书，拉面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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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大概里面的事情讲的挺好玩的，很好吃。我实话说挺好吃的，真挺好吃的。好，给我搞一碗。